林月心带着一个孩子出现时，我才知晓苏奕晨和他在外面育有一女。他全然不顾我刚经历手术的虚弱身体，决然要去履行一个父亲的责任。你手术不及时，以后估计都不能生孩子。这个孩子我必须得管，可他却忘了，我手术时的求救电话是被他亲手挂断的。当晚，我收到林月心的短信，一家三口和和美美，快乐就是如此简单。可惜你这只不会下蛋的母鸡永远体会不到了。我平静地回复她，愿你幸福。随后拨通了律师闺蜜的电话，帮我起草离婚协议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怎么这般突然？终于想通了呀！我跟你说，你早就该跟他离婚了。不过现在也不算晚，他要是真的爱你，怎会在订婚宴上把你丢下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考虑考虑。他的话如同一根尖刺，挑起我心底最隐秘的伤痛。我们订婚那日，早已安排好假期的苏奕晨突然说医院有紧急手术，便丢下我一人匆匆离去。可那天他们医院并无重大手术安排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断了那端的絮叨，需要多久？3天。说来也巧，3天后正是我们相恋6周年纪念日，也是苏奕晨承诺不及我订婚仪式的日子。如今看来已无必要。电话刚挂断，苏奕晨就回来了。月月，什么需要多久？他满身酒气，外套不知丢在了何处，衬衫领口还有口红印，散发着刺鼻的香水味。起草离婚协议，话还未出口，便被苏奕晨的嘟囔声打断。小轩这孩子真是调皮，蛋糕都抹到我身上了。说话间，他满脸宠溺，随即又凑过来要抱我。靠近的瞬间，那浓烈的香水味如汹涌的潮水般扑面而来，熏得我只想咳嗽。这味道和我前些日子不见的那瓶一样。当初偶然的一次机会，我闻到了这款香水，只因我多问了一句，苏奕晨就寻遍了大街小巷，凭借我模糊的描述，带回了好几瓶。那时我感动地搂住他的腰，在他怀里喜极而泣。苏奕晨，你真的很爱我。香水不见后，我为此懊恼了许久，连续几夜未眠，都在回想究竟遗落在哪里。现在终于明白，不是丢了，而是被偷走了。知道去向，心中的巨石落下。曾经那般喜爱的味道，如今闻起来却只觉刺鼻。见我咳嗽，苏奕晨一脸担忧，皱着眉轻拍我的后背。月月，不舒服吗？我送你去医院。在他要抱起我的那一刻，终于注意到我掩住口鼻的动作。苏奕晨的担忧被窘迫取代。他起身将衬衫脱下，香水我看你也不用，月心想要我就给他了，你不喜欢以后不让他用就是了。或许他早已忘却这香水所代表的意义，所以他说的是不让林月心用了，而不是不再靠近他。究竟靠得多近，才会沾上如此浓烈的味道？我压下心头的苦涩，反正即将离婚，他们怎样与我无关。不用，我挺喜欢。苏奕晨似乎对我的平静感到意外，他将我揽入怀中，在我额头落下一吻。我就知道你最懂事了。从20岁到27岁，苏奕晨追了我7年，期间他为我精心筹备了无数惊喜。对花粉过敏的他，为了给我送花，每次都强忍不适，导致眼睛红肿，皮肤瘙痒。第99次告白，苏奕晨在海边为我搭建了一座梦幻的烛光晚餐，周围环绕着我最爱的鲜花，海浪轻拍沙滩，为我们奏响爱的乐章。那一夜，整个海滩只为我们而闪耀，海风轻拂，发丝随风飘动，
我们在烛光中深情凝视。来自内陆的我第一次见到大海，从此便刻骨铭心。我答应的那一刻，他在璀璨的星光下落下泪来。月月，谢谢你答应我，此生我定不负你。他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手，仿佛握着世间最珍贵的宝物。说话时，他的声音带着激动的颤抖。月月，我可以牵你的手吗？我为他拭去泪水，羞涩地点点头。笨蛋，当然可以啊。苏逸晨虔诚地握住我的手，温暖的触感我铭记于心。那时我坚信他会是我此生的依靠，哪怕听闻在他身边一直有一个爱慕者，哪怕他在订婚宴上抛下了我。直到几天前林月心带着孩子找上门，我才知道苏逸晨丢下我是为了陪他生产。看着他与我有几分相似的面容，我不禁觉得可笑。放着我这个活生生的人不要，去陪这个整容的冒牌货。林月心站在我面前得意洋洋。逸晨，真是的，你们订婚那天，我一个电话，他就扔下你陪我了。话说，你做的点心可真美味，什么时候再给我和小轩做些？那日我体谅他工作繁忙，独自应对完订婚宴宾客后，便赶忙做点心送到医院。从未下过厨的我，差点把厨房弄得一团糟，只为给他一份独属于订婚后的甜蜜。见到我时，苏逸晨眼底闪过一丝慌乱。那时我只以为是他心疼我受伤的手指，如今知道真相，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。我亲手做的点心，被苏逸晨一块一块喂给了别的女人。过往的承诺随风飘散，原以为坚如磐石的爱情也已灰飞烟灭。我从未怀疑过苏逸晨对我的爱，可那一次，我萌生了离婚的念头。半夜，我辗转难眠，独自起身收拾东西，为离开做准备。只剩下3天时间了，我要收拾的东西很多，但不打算带走，几乎全是情侣物品。苏逸晨总是钟情于这些东西，他说那是我爱他的象征，也是他对我的专属标记。我原本不喜欢，却被他哄得心中不自觉泛起甜蜜，渐渐接受了情侣物品充斥我的生活。可到最后，我习惯了，他却先一步转身离开。也许一开始我就忽略了，若他真的那般爱我，又怎会瞒着我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？我将属于自己的那一半情侣物品全部打包封箱，打算明天一早就出门扔掉。在客厅独坐至天亮，才勉强将东西收拾完。翻到相册时，手微微一抖，里面的照片一张接一张掉落。从我20岁开始，到今年29岁，照片内容从最初单纯记录我，到后来我们2人的甜蜜合影，那记录中爱意透过镜头满溢，合照里深情在他凝望我的眼眸中流淌，每一帧都是苏逸晨爱我的证明。我忽地意识到，从前有个人爱我许久，但也只是从前。从27岁到29岁，我爱了他2年。暗亮打火机，熊熊火焰燃起，带走了9年的回忆，也带走了我绵延2年的爱。自此以后，我和苏逸晨两不相欠，再无瓜葛。苏逸晨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，他一个箭步冲上来，挥开我的手，徒手探入火焰，抢出了2张烧得只剩边角的照片。即便如此，苏逸晨依然不顾自己被烧伤的手，心疼地将照片上的火星扑灭。林月，你在干什么？片刻后，他又恢复往昔的温柔，轻声安抚我，更像是在安慰自己。罢了，照片没了以后再照，到时候带上小轩，咱们照全家福。你可不许再烧了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们的生活里处处都是苏小轩存在的痕迹。茶几上摆满了苏逸晨给他买的小玩偶，
书房里挂着苏逸晨和他一起画的画，就连我们之间的对话也三句不离苏小轩。苏逸晨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放入怀中，抬眼看到我额头的伤口时，大惊失色。月月，对不起，疼不疼？我送你去医院。苏逸晨将我抱起，还未走出家门，手机中林月心的专属铃声便响起，不知是慌乱还是有意为之。他按了接听键。逸晨，怎么办呢？小轩突然发起高烧，哭着喊要爸爸，我怎么哄都哄不好。你快来送他去医院啊！未开免提，哭喊声却清晰地传入耳中。苏逸晨面露难色，看看手机，又看看我，鞋子却已穿好。我先送你。换做以前，我定会哭着躲在他怀里，告诉他我好难受。可如今，我只平静地打断他：你去吧，我自己可以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他肩膀放松，长舒了一口气。对不起，月月，我很快回来找你。说完，他在我脸颊仓促一吻，便出了门。我没能躲开，在他走后，用纸巾将脸颊擦了又擦，直至擦破了皮，最后将纸巾丢进了垃圾桶。我将额头上的伤口简单处理好，便继续收拾行李。没了我的东西，家里空了大半。苏逸晨说他很快回来。第一天，他食言了，只发来一条语音：月月，不用等我了，早点睡。林月心却在凌晨问我：逸晨那么厉害，你一定受不了吧？要不然他怎么几乎每晚在你睡着之后都来找我？还发了一段视频，他穿着猫咪模样的情趣装，满身的吻痕和抓痕交错。苏逸晨眼神炽热，俯身吻了上去。与和我在一起时不同，他的克制被浓烈的欲望取代。而这衣服，我曾在家中看到过多次。关掉手机，我收回了送他的所有礼物，也扔掉了他送我的件件物品。第二天，他又食言了，对话框毫无动静。林月心的消息更早了些，戒指和他，我都有了。这次是一张照片，他戴着我挑选的情侣戒指。苏逸晨站在身旁，旁若无人地将他拥入怀中，双目中是化不开的温柔和眷恋，瞬间将我拉回到某个星光璀璨的夜晚。他也是这般深情地看着戴上戒指的我。与他手指交缠的那一刻，我听到他说：月月，我们会有无数个美好的未来。我笑着挣脱他，转过身去红了脸。那说好喽，你要是敢背叛我，我就离开你。现在他的眼中只有别的女人，甚至还将我精心挑选的戒指送给了他。滑动手机，我将我和苏逸晨在一起的所有记录全部删除。第3天，苏逸晨回来了，我却要走了。他推门进来时，我恰好将刚发来的电子离婚协议书签字。看到空荡荡的房间，他愣在门口，怎么收拾得这么干净？脏了就扔了。苏逸晨皱了皱眉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扔了，好，我们再买新的。月月，我们的订婚仪式能不能晚几天？我知道这可能。他站在我面前，支支吾吾了半天。我笑着打断：好啊。他明知过分，却还要说：既然如此，别说晚几天，晚一辈子都行。真的吗？月月姐真的好大方啊，不仅允许我和逸晨生孩子，还同意办婚礼之前让逸晨先娶我一次。在我们老家，没生过孩子的女人都能做伴娘，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来哦。林月心穿着苏逸晨的毛衣挤进门，亲昵地挽起我的手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警告过你，不许再来打扰月月。苏逸晨一把扯过林月心，将她抵在墙上，怒吼出声。我被林月心连带摔倒在地，看着她娇弱地搂住苏逸晨的脖子，然后深深地吻了下去。水渍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。
苏奕晨的怒气随之消散，一吻结束。我早已从地上站起，苏奕晨推开怀中美人，伸手要拉我。月月，林月心只执拗地凑到他耳边说了2句话，苏奕晨半空中的手便垂了下去。在张口时，他问我：月月，能不能等等我？我会给你一个解释。等我回来，就带你买新的家具，然后补给你一场盛大的订婚仪式。我保证会比以前的更加隆重。我轻声回应，然后看到苏奕晨头也不回地牵起林月心走了。我告诉过他，苏奕晨，不要让我等你，我等不起，所以我不会再爱他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会彻底消失在他的生活中。手机关机前，我将签好字的离婚协议发给他，连同一起发过去的，还有林月心单方面与我的上百条聊天记录。飞机起飞，将我带回到阔别6年的家乡。手机刚开机，一条接一条的短信弹出，让手机一时死机。这里面有未接电话的短信提醒，也有苏奕晨一条一条的信息。我没来得及看上面的内容，只记得每一条都有一句对不起，都已经不要他了，现在道歉还有何用？我将电话卡取出，然后用力掰碎，丢入垃圾桶。南方的春天格外温暖，没有我爱的大海，却在此刻让我感到无比惬意。没有苏奕晨的生活亦是如此，我不用再顾虑他的喜好，也不用配合他的生活节奏。他对海鲜过敏，在一起的日子，我就再也没吃过海鲜。他值夜班，我每晚在沙发上等到深夜，等他回来，然后在他身旁依偎片刻。可当他满身酒气的回来时，我就知道我们该结束了。妈妈做了一大桌菜，端上桌时，他四处张望。小陈呢？这次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你爸还说最近这腰老是疼，想让他帮忙看看呢。医院也能看，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医生。我明天就带爸去看看。我夹起一块菜放入口中，随口打断他张望的目光。好，做医生的哪有不忙的？你心疼他，我不说了。妈妈在我身旁坐下，一脸我什么都懂的表情。我没有说话。他们二老对苏奕晨极为满意，从我回来到现在，几乎句句不离苏奕晨，仿佛苏奕晨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。对了，你们什么时候要孩子？都是快30的人了，真想一辈子都不。以前他说起孩子时，苏奕晨总会在我旁边，以他工作忙为由替我挡回去。我总以为是他不想要孩子，看到苏小轩我才知道他有多喜欢孩子。可现在不会再有了，我们离婚了。我将手中的筷子放下，不顾爸妈的惊愕和还要继续的追问，转身进了屋。第2天天还未亮，我就坐上了前往花城的飞机。苏奕晨一向对我百依百顺，但只有参加公益活动这件事，每次都被他一口回绝。如今我想躲到一个所有人都找不到的地方，也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第一次看到林月心那天，我就提交了公益活动申请，现在刚好获批。这里的花很美，空气很清新，我在这里仿佛获得新生。孩子们一张张纯真的笑脸，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活力，那是一种纯粹又积极的力量。我用了半年才适应这里的生活，回过神来，发现已经记不清苏奕晨的模样了。活动结束，刚走出场地，看到熟悉的面孔，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月月，真的是你吗？你怎么跑这么远？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他的声音颤抖，站在我面前看了又看，像是在反复确认。月月，你听我解释，是小轩被小朋友嘲笑没有爸爸，我才要和林月心办婚礼的。不，那不是婚礼，只是邀请了小轩的小朋友。
我面无表情地从他身边走过，是不是真的都与我无关？离婚协议签了吧？我不想再要你了。不行，我不签。苏逸晨慌忙抓住我的手臂，一遍又一遍地道歉。对不起，月月，我知道错了，就这一次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会对你好。是林月心一直缠着我，还不惜整容成你的样子。我认错人了，才会有小轩。你不喜欢的话，我会把小轩送走，和林月心也不会再有瓜葛了。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手术那天，苏逸晨将我一人抛下，那时我也是这般，如同疯子般拉着他的手，哭着问他能不能留下。可他一点点掰开我的手指，冷冷地告诉我：你刚做完手术，这么多年又生不出来，这个孩子我必须要管。如今风水轮流转，我的心中却激不起一丝波澜。苏逸晨语气激动，引得路过的工作人员纷纷侧目，感受着探究的目光。我甩开他，冷冷拒绝：不好。苏逸晨，真的就这一次吗？我们相恋6年，苏小轩6岁，一直以来我才是第三者。你知道我不喜欢林月心，知道我会不喜欢你瞒着我养和别人的孩子，但你还是这么做了，还做得肆无忌惮。我从未怀疑过过去你对我的真心，可如果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爱的话，是我瞎了眼，不要打着爱的旗号做龌龊的事了。话落，苏逸晨沉默了许久，半晌，他的声音微微颤抖，眼底的慌乱再也掩饰不住。不，你才不是第三者。月月，跟我回去。你喜欢这里的话，不想回去也行。我们在这里重新开始，然后再生一个可爱的孩子。苏逸晨，我不想听他畅想着毫无意义的未来，不耐烦地打断他。可苏逸晨就像没听见一样，将我紧紧抱住，自顾自地说着：苏逸晨，婚礼你跟林月心办吧，我真的不需要了，听见了吗？我几乎吼出声，冲着他的手臂狠狠地咬了下去，血腥味在我口中蔓延，任我如何捶他打他，他都迟迟不肯松手，直到我说：苏逸晨，我也曾爱过你，是你自己将这份爱亲手毁掉，放过我吧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，所以没有以后了。苏逸晨，我语气坚定，没有丝毫犹豫。苏逸晨像失去了支撑的木偶，缓缓放开了我，微风轻拂，吹乱了我的头发，将我带回到他曾经向我告白时，眼睛亮晶晶地说他会一辈子守护我。现在他眼中的光亮消失了，只剩下一片暗淡。苏逸晨没再来找我，但此后半年里，我的房门外每天都会出现各种东西，也总觉得有人在不远处默默注视着我。起初是热气腾腾的早餐，每一份里面都会附有一封手写的道歉信，接着是一束又一束的鲜花，或是一些精致的饰品。再多珍贵礼物，我都原封不动地放着，一直持续到了某个雨夜，花城的上空被烟花照亮，一朵朵绽放的烟花中心排列着我的名字。苏逸晨出现在我面前，他仿佛回到了年少轻狂时，用尽浑身解数，耗费金钱无数来追求我。但他不知，我爱他，只因他全心全意地爱我，只因他的热忱与体贴。如今这些都没了，做再多我也不会爱他了。我无视他的存在，走向身旁的陆景言的伞下。苏逸晨一脸难以置信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他沉着脸，满脸颓废，厉声质问我：月月，你不答应我是因为他吗？你忘了当年订婚宴你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来吗？你怎么这么傻，还要去找他？此时的苏逸晨再没了以往的风度翩翩，他只着陆景言，呼吸急促，说话毫无顾忌。苏逸晨，这跟你有关系吗？他没来，难道你来了？
我被他的无耻气笑了，反手给了他一巴掌。我以为上次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没有关系了，以后也别再来找我。苏逸晨眼尾泛红，欲言又止地看着我。过了许久，他才说：“你是为了气我的，对吧？我们还没离婚，我还没签字。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，我好想你。回来吧，月月。需要帮你起诉离婚吗？”头顶传来陆景言戏谑的声音，打断了苏逸晨的深情表白：“跟你他妈的到底有什么关系？”苏逸晨额头上青筋暴起，暴躁地吼着，挥着拳头要去打陆景言。陆景言轻轻侧身躲过拳头，长腿一扫，就将苏逸晨绊倒在地。“你看上他什么了？”他冲苏逸晨比了个鄙视的手势，语气充满嘲讽。看着趴在地上狼狈不堪的苏逸晨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我在陆景言的伞下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了苏逸晨。我仿佛破茧成蝶般从对爱情的执着中解脱出来。他迟迟不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我便委托律师帮我诉讼离婚。离婚之事进展并不顺利，但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坚持到底。拿到离婚证的那天，我心中涌起从未有过的轻松。彼时，苏逸晨胡子拉碴，站在我面前，早已没了往日的神采飞扬，整个人憔悴了许多。他最后问了我一句：“我们之间真的没有可能了吗？”我微笑着点头，语气坚决：“没有。”正当我以为一切都要画上句号的时候，一个疯狂的身影从路边冲出来，将我推倒。“都是因为你，逸晨才不要我了。为什么你容不下我？逸晨结婚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，这还不够吗？明明是我先来的，明明我已经整成你的样子了，明明给他生了一个可爱女儿的是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你？”他歇斯底里地吼着，眼泪不停地落在我的手臂上，像从地狱爬出的恶鬼。我被他推搡着向后退，巨大的力量让我难以挣脱。身体快要撞到柱子时，想象中的疼痛没有袭来，反而跌入一个温暖的怀抱。与此同时，林月心在我面前摔倒在地，她的哭喊声戛然而止。再一抬头，陆景言的手护在我的身前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林月心不惜耗尽所有，也要整成我这般模样，讨苏逸晨欢心。也不明白，为什么苏逸晨面对这样一个全心全意爱他的人时，会无动于衷，甚至还用最残忍的方式伤害他。不过这都与我无关了。我走到林月心面前，俯身看向他。林月心满脸是泥，妆容已经花得不成样子，看上去可怜又可怕。我心中却没有一丝快意，只递给他一张纸巾：“好好爱自己吧。”林月心冷哼了一声，没有接过。“对不起，月月，我不知道他会来，我早就和他没关系了。你疼不疼？我让他给你道歉。”“苏逸晨，我是你孩子的妈，是你8年的情人。”林月心咬着牙冲苏逸晨吼，字字带血，充满怨恨，几近崩溃。或许他到现在都不愿相信，为什么这个他爱了这么多年，并为之付出一切的人会不顾及任何情面，让他向仇人道歉。可苏逸晨只是瞬间捏住了他的肩膀，阻止他再继续说下去。他伸出手想拉我，被我躲开了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带他走吧，别再来打扰我了。”苏逸晨移开视线，绝望地闭上了眼。那天以后，苏逸晨走了，他带着林月心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中，而我也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活里，在花城的公益组织待了1年又1年，帮助了一个又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他们真诚地向我道谢，亲切地称呼我为林姐姐，一切都平静安宁，是我理想中的模样。突然在一个夏夜，雨下得格外大，
咚的一声，我的手机从手中滑落，再捡起时，上面已经点开了一个社会新闻。虽然上面的人名做了改动，但我还是能轻易认出那是苏奕晨。从这则新闻中，我得知苏奕晨亲手毁掉了林月心的脸，当着他女儿苏小萱的面，他因此获刑。被拘留时，穿着一身洁白的礼服，拿着一束鲜花，我一眼认出那礼服是当年我挑选准备结婚穿的。他时而单膝跪地：“月月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时而站起身来：“当然愿意。”苏奕晨，你真的很爱我。他站在镜头前，站在世人面前，一遍遍向我求婚，又一遍遍代替我答应求婚，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，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婚礼。看着他这副荒唐的模样，我的心头没有任何波动，只当作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，一笑而过。陆景言撑着伞为我挡住落下的雨。我现在没那么喜欢雨了，也渐渐明白，我喜欢的从来都不是雨，而是那个告白的雨夜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考虑考虑我呗。他微笑着问我，我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，答案依旧不变。我一个人很快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